大语言模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知道这句话说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毕竟过去3年整个科技圈和资本市场所有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大模型身上。从 ChatGPT 横空出世，到各家大厂疯狂烧钱堆算力，再到无数创业公司挤破头想分一杯羹，所有人都觉得 AI 的未来就是大模型的未来。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判断，过去3年 AI 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拥有了大脑，而未来10年 AI 真正的万亿级机会根本不在数字世界里，而在物理世界里，也就是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反复提到的那个词，物理 AI。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搞清楚物理 AI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2026年迎来确定性的爆发，而不是更晚或者更早。更重要的是，我会给你梳理出覆盖所有风险偏好的4家核心公司，从追求高弹性成长的激进方向，到拥有稳定现金流的行业壁垒型巨头，从处于周期拐点的成长股，到永远不会输的卖产人。不管你是想争取超额收益，还是想给你的投资组合加一个最稳妥的安全垫，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方向。如果错过这个视频，你不仅会错过未来10年最大的产业造富风口，还很可能会被市场上那些只讲概念不讲逻辑的噪音带偏，把资金配置在那些只会讲故事的公司身上。先把情绪放一边，我们来看最基本的事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所有的大模型，不管是 GPT-4o 还是 Claude 3，不管他们能写多么漂亮的代码，能生成多么逼真的视频，能回答多么复杂的问题，他们都只能在屏幕后面活动。他们不能走进工厂的流水线，不能拿起手术刀给病人做手术，不能在城市的街道上给你送外卖，甚至不能帮你把餐桌上的碗洗干净。这就是现在 AI 最大的瓶颈，也是最大的机会。过去3年，我们给 AI 装上了足够聪明的大脑，但这个大脑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身体。而物理 AI 要做的，就是给这个聪明的大脑配上一双能看见的眼睛，一双能操作的手，一双能走路的腿，让 AI 真正走出数字世界，去改造我们身边的真实世界。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工业机器人不是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吗？没错，这就是最容易误导人的地方。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本质上只是一个按照预设程序重复动作的机器，它们只能在固定的环境里做固定的事情，稍微有一点变化就会出错。而物理 AI 驱动的机器人是拥有感知、理解和决策能力的，它们能看懂复杂的环境，能应对突发的状况，能自主学习新的技能。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像一个只会按按钮的工人和一个能独立思考的工程师之间的差距。那为什么我会说物理 AI 的爆发点一定是2026年，而不是10年以后？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大规模落地，都需要3个底层条件同时成熟，缺一不可。第一个是核心技术足够强，第二个是成本降到足够低，第3个是产业链配套足够完善。而这3个条件刚好都会在2026年左右同时满足。先看核心技术，现在的大模型已经足够支撑物理 AI 的基础需求了。以前的机器人之所以笨，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通用的大脑，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工程师单独编程。而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通用的大模型来控制所有类型的机器人，不管是送外卖的小车，还是做手术的机械臂，还是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都可以用同一个大脑来驱动，这就彻底解决了机器人通用性的问题。再看成本，过去3年算力的成本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训练一个大模型的成本现在已经降到了3年前的1/10都不到。而推理成本的下降速度更快，这就意味着让一个机器人拥有 AI 大脑的成本已经低到了可以大规模商业化的程度。最后看硬件，传感器、电机、电池这些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技术，在过去几年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成本也在快速下降。现在造一台能在真实场景里运行的机器人，成本已经降到了大多数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当这3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物理 AI 的爆发就是必然的，而这个爆发带来的市场规模会大到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全球制造业的市场规模是18万亿美元，物流行业是10万亿美元，医疗行业是9万亿美元。
这3个行业加起来超过37万亿美元，是整个数字经济规模的好几倍，而物理 AI 将会彻底改造这3个行业，甚至更多。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科幻故事，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在物理 AI 的不同赛道里跑了出来，并且已经开始赚钱了。接下来我就一家一家给你拆解，从最激进的到最稳健的，每一家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投资亮点在哪里，又有哪些你必须注意的风险。我们先从最有争议，同时也是爆发力最强的一家开始讲 Serve Robotics 股票代码 Survey。很多人第一次看到 Survey 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这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呆萌小车吗？这东西能有什么技术含量？ Uber 自己不能做吗？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出来，不就分分钟把它干掉了？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就完全看错了这家公司。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Survey 根本就不是一家机器人硬件公司，它是一家数据资产公司，而且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家在真实的城市环境里大规模积累无人配送数据的公司。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很多人讨论机器人公司的时候，总喜欢盯着硬件看，看它的电机好不好，看它的电池耐不耐用，看它的外观好不好看。但在 AI 时代，这些都不是核心竞争力。AI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数据，而且不是实验室里的模拟数据，是真实世界里跑出来的，带着各种噪音和意外的真实数据。Survey 现在有多少台机器人在外面跑？超过2000台。这些机器人每天在美国的几十个城市里穿梭在大街小巷，给人送外卖、送快递。他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雨下雪、堵车、行人乱穿马路、小狗突然跑过来，路边突然出现一个垃圾桶。每一次遇到这些情况，机器人的反应都会变成数据传回 Survey 的大模型里，让它变得更聪明。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拥有这么大规模的真实的城市无人配送数据，哪怕是特斯拉也没有。特斯拉的 FSD 是用来开汽车的，和在人行道上跑的配送机器人遇到的场景完全不一样。而 Uber 它根本就不想自己做机器人。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Uber 不自己做？它有那么多用户，有那么多订单，自己造机器人不是更赚钱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对 Survey 最大的疑虑。但你只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就知道答案了。Uber 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它的调度系统，是它的用户网络，是它的品牌。它是一个平台公司，不是一个硬件制造公司。如果 Uber 自己去造机器人，它就要投入几百亿美金去搞研发，去建工厂，去管供应链，去承担所有的硬件风险。这对于 Uber 来说是一件投入巨大、回报极低的事情，而 Survey 做的刚好是 Uber 不想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 Uber 不仅没有自己做机器人，反而成了 Survey 最大的客户，也是最大的股东之一。对于 Uber 来说，它只需要用 Survey 的机器人来替代越来越贵的人类骑手，降低自己的运营成本就够了。它不需要拥有机器人，它只需要使用机器人，这就是 RaaS 机器人即服务的商业模式。Survey 现在的模式就是把机器人租给 Uber、DoorDash 这些外卖平台，按照每单收费。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它不需要承担硬件销售的风险，而且有稳定的经常性收入。更重要的是，每跑一单，它就能多积累一单的数据，它的大模型就会更聪明，它的成本就会更低，它就能接到更多的订单。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当然，我必须非常客观地告诉你 ，Survey 是这4家公司里风险最高的一家。它现在还没有盈利，估值也不低，而且未来还会面临很多竞争对手。如果它的技术迭代跟不上，或者商业模式跑不通，它很可能会失败。但同时，它也是这4家公司里爆发力最强的一家。如果它能把无人配送这个模式跑通，并且复制到全世界，它的市值可能会增长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就像早期的特斯拉一样。如果你能承受高风险，想要搏一把最大的收益，那 Survey 是你可以重点关注的标的。但如果你是稳健型的投资者，不想承担这么大的波动，那接下来这家公司绝对会符合你的胃口。这家公司就是 Intuitive Surgical， 股票代码 ISRG。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母公司。如果说 Survey 是物理 AI 赛道里的激进先锋， ISRG 就是这个赛道里的垄断现金牛。它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医疗机器人公司，没有之一，而且它的护城河深到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可以撼动。
很多人以为 ISRG 是一家卖医疗设备的硬件公司，但我要告诉你，这是市场对它最大的误解。ISRG 根本就不是一家硬件公司，它是一家披着硬件外衣的 SaaS 订阅公司，而且是垄断级别的。它的赚钱能力比绝大多数你知道的 SaaS 公司都要强得多。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ISRG 标的近期的年营收已经冲破了标的100标的$1大关。而且更可怕的是，其中有竞标的75%标的的收入并不依赖卖机器人，而是来自于耗材和服务的经常性收入。这是典型的剃须刀与刀片模式，他把剃须刀，也就是手术机器人卖给医院，然后一辈子卖刀片，这个手术耗材给你，而且这个刀片你只能从他这里买，没有任何替代品。为什么没有替代品？因为 ISRG 的护城河是由3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壁垒组成的。第一个壁垒是技术壁垒，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技术领先行业至少10年，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做出和达芬奇同级别、同精度的手术机器人，哪怕是有公司能做出来，性能也会差一大截。第二个壁垒是转换成本壁垒，一家医院买一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美元。然后医院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培训医生使用这个机器人，一个医生要熟练掌握达芬奇手术，至少需要1到2年的时间。一旦医院和医生习惯了使用达芬奇，他们就绝对不会轻易换成其他品牌的机器人，因为转换的成本太高了，高到无法承受。第3个壁垒是监管壁垒，医疗设备的监管是所有行业里最严格的。一款新的手术机器人要通过 FDA 的审批，需要花费10几年的时间和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这就把绝大多数潜在的竞争对手直接挡在了门外。这3个壁垒加在一起，就形成了 ISRG 的垄断地位。现在全世界超过90%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市场都被 ISRG 占据，而且这个市场还在快速增长。随着物理 AI 技术的进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手术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 ISRG 的收入和利润也会跟着水涨船高。更重要的是 ISRG 的现金流极其稳定，它不需要像 CERAVEE 那样烧钱去拓展市场，去验证商业模式。它现在已经是一台成熟的印钞机了，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自由现金流，而且这些现金流还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来说， ISRG 就是物理 AI 赛道里最好的压舱石。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几十倍的收益，但它会给你带来持续稳定可预测的回报。讲完了最激进的和最稳健的，我们再来看一家处于周期拐点的成长股 Cognex， 股票代码 CGNX。 如果说 ISRG 是给机器人装手的公司，那 CGNX 就是给机器人装上眼睛的公司。你想想，不管一个机器人的大脑多么聪明，不管它的手多么灵活，如果它看不见东西，那它什么也做不了。机器视觉就是所有物理 AI 设备的基础，没有机器视觉，机器人就只是一个瞎子。而 CGNX 就是全世界机器视觉行业的绝对领导者。CGNX 的产品就是各种工业相机、视觉传感器和视觉软件，这些产品被广泛应用在工厂的生产线上，用来检测产品的质量，引导机器人的动作，识别物体的位置和形状。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大型制造企业都是 CGNX 的客户。从汽车厂到电子厂，从食品厂到药厂，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制造业场景都能看到 CGNX 的产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CGNX 标的是机器视觉行业的技术先驱与第一梯队巨头，在高端机器视觉领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领先地位。在工业级核心视觉算法和传感器上，它几乎与基恩氏平分秋色。那为什么说 CGNX 现在处于一个周期拐点呢？因为过去2年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制造业的资本开支大幅下降， CGNX 的业绩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股价也跟着跌了不少。但现在这个周期已经见底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制造业的资本开支正在快速回升，而物理 AI 的爆发更是给机器视觉行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量市场。以前的机器视觉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检测和识别工作，而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机器视觉已经可以做很多复杂的事情了，比如识别复杂的缺陷，理解3维场景，引导机器人进行精细的操作。这就意味着未来每一台物理 AI 设备都需要配备更先进、更多的机器视觉传感器。
机器视觉的市场规模将会在未来几年里呈现指数级的增长，而 CGNX 作为这个行业的绝对领导者，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它不仅能享受到行业复苏带来的红利，还能享受到物理 AI 爆发带来的增量市场。对于那些喜欢抄底、追求成长收益的投资者来说 ，CGNX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现在的估值还处于历史低位，未来的成长空间非常大。最后，我们来讲这4家公司里最特殊的一家，也是我认为最确定的一家 Rockwell Automation， 股票代码 ROK， 也就是罗克韦尔自动化。如果说前面3家公司都是在物理 AI 的赛道里挖金子的人，那 ROK 就是那个给所有挖金子的人卖铲子的人。而且不管最后谁挖到了金子，他都能赚到钱。ROK 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自动化公司之一，它的核心产品是工业控制系统、工业软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工厂里的所有自动化设备，不管是机器人、传送带还是机床，都需要接入 ROK 的控制系统才能正常运行。ROK 的控制系统就像是整个工厂的神经系统。你想想，未来不管是哪家公司的产品胜出，不管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还是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还是 Survey 的配送机器人，还是 ISRG 的手术机器人，他们最终都要进入工厂、进入医院、进入各种真实的场景。而只要他们进入这些场景，他们就必须和现有的自动化系统集成。而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工厂的自动化系统都是 ROK 提供的。这就是 ROK 最可怕的地方，它不生产机器人，它也不做大模型，但它控制着所有机器人进入物理世界的入口。不管最后谁成为了机器人行业的老大，他都必须和 ROK 合作，都必须用 ROK 的控制系统，而且 ROK 的商业模式和 ISRG 非常像。它也有大量的经常性收入，它卖给工厂的不只是硬件，还有软件订阅和维护服务。一旦一家工厂用了 ROK 的系统，它就会一辈子用下去。因为更换工业控制系统的成本比更换手术机器人的成本还要高得多。更重要的是 ROK 现在已经开始全面拥抱物理 AI 了。它正在把 AI 技术集成到自己的工业控制系统和软件里，帮助工厂实现更智能的自动化。未来所有的 AI 资本开支最终都会有很大一部分流向 ROK 这样的工业自动化公司。因为不管你有多么先进的 AI 技术，你最终都要通过工业自动化系统才能把它落地到真实的生产场景里。对于那些追求确定性、想要给整个投资组合兜底的投资者来说， ROK 就是最好的选择。它的业务极其稳定，现金流极其健康，护城河极其深厚。哪怕物理 AI 的泡沫破裂了，哪怕很多机器人公司都倒闭了， ROK 依然会活得很好，因为它做的是最基础、最刚需的生意。讲到这里，我已经把物理 AI 赛道里4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全部给你拆解完了。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如果你追求最高的爆发力，能承受高风险，你可以关注 Survey； 如果你追求稳定的现金流和垄断的护城河，你可以关注 ISRG； 如果你喜欢抄底，追求成长收益，你可以关注 CGNX； 如果你追求最高的确定性，想要给你的投资组合加一个安全垫，你可以关注 ROK。这4家公司覆盖了从激进到稳健，从成长到防御的所有风险偏好。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标的，构建一个均衡的投资组合。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物理 AI 的泡沫真的破裂了，这4家公司里，你觉得谁能活到最后？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其实我做这期视频最想告诉大家的不是这4家公司的股票代码，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道理，在科技投资里，永远不要只盯着那些最热闹、最吸引眼球的东西。市场现在盯着的都是人形机器人，都是大模型，都是那些会讲故事的公司。但真正值得你投资的，往往是那些藏在背后不那么起眼，但却掌握着核心基础设施和核心数据的公司。华尔街永远擅长制造幻觉，擅长把一个概念炒上天，然后让散户在高位接盘。但真正的产业规律永远藏在数据里，藏在供应链里，藏在客户的真实需求里。作为投资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拨开这些情绪的噪音，找到那些真正有商业闭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公司。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会继续用数据和逻辑帮你拆解那些看起来复杂的科技和投资问题，让你在这个充满噪音的市场里保持清醒的头脑。
最后跟大家说一句，本期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任何涉及到金融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决定。